绝对不是广告，迟早会后悔。中看不中用，坛子才会买，后悔到不行，不会买，这不是废话吗？有一些忐忑的，你老公洗碗不干净，又不代表所有的人老公洗碗都不干净，是不是销量有一些问题啊？其中有一台在郭台铭家里，对不起，不要告我。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大家还记得我去年有和大家分享过一支我们家的全屋家电经验诚实说的影片吗？和大家分享了我们整一个家超过100万的家电，超过200万，这么多？对。那支影片上架之后呢，有60多万人次看过，日月如梭，1年很快又过去了。这些家电呢，有一些它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呢我们已经找了保固，有一些呢我连保固都不想找。所以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家电诚实说的续集。之前那条影片呢，也有观众吐槽说，我们分享家电都不讲这些家电的型号是什么。这一集把所有知道的型号全部都补上，也集中回答一些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正好要买家电，如果你之前也看过那一集影片，这一集你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帮到你做更好的决定，挑到你心目中喜欢的家电。首先来说的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冰箱。这个冰箱去年播出之后呢，真的在我的评论区引起非常大的讨论，非常多的人说，哇，这个冰箱真的太好看了。也有人说呢，你买这个冰箱迟早会后悔。到底2年过去了，我们后悔了没有呢？我们确实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而且也确实叫修了几次。不要笑。陈老师在我对面笑，因为买这个冰箱就是他的决定嘛。敲这个他觉得很帅，观众留言说，这个悄悄看的这个冰箱呢，因为这一块是玻璃，所以一定会有非常多的热辐射透过这个玻璃进到我们的这个冰箱里面，导致我们的这个食物非常快的腐坏，而且会有非常高的电耗。电耗我猜应该真的是蛮多的啦。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公开一下我们每一期的电费的账单好了。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确实我摸这个冰箱的这一块玻璃的表面，我觉得它还是蛮热的，烫烫的。不确定是因为我们家这边是一整面的落地玻璃窗，还是说因为它本身真的有网友说的这个问题。但大家说的这个食物腐坏的问题，我们好像没有遇到，它还算是个蛮正常的冰箱。我去年跟大家说，我非常喜欢我们家冰箱可以有制冰球的这个功能，但是呢，用着用着我就发现说它有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买一些日系冰箱的时候，冰块都是单独一格的，因为这个冰箱它的制冰的空间，它是跟整一个冰柜这个部分它是连在一起，它里面的空间是相通的。当我把我那些食物啊、肉啊、虾啊、鱼啊那些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往里面一放，我就觉得这个冰块开始有味道。我是对味道比较敏感的人，但陈老师他说他吃不出来，反正我就觉得它就是有味道。我们现在冰球就是属于溢出来的状况，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冰球有多多，就超多，欢迎大家来冰球。也有观众建议我们说，像我们家一家4口，然后又是日常在家里煮食的状况的话呢，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呢，非常建议我们家再去安排一个冰柜，把我们家那些食物全部都放在这个冰柜里面，然后这个冰箱呢不要塞得那么满。我相信如果有冰柜的话，我这个冰块的问题应该就会得到一些解决。我现在这个门打开之后呢，如果细心的观众或许已经发现1、2问题了。我们家这个冰箱的门上居然挂着冰霜、冰柱。我们家前一阵子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就做了报修。在2025年的冰箱的冷冻柜居然有霜，然后有冰柱掉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其实以前买过好多个冰箱都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这个事情只是存在于模糊的记忆当中，结果居然出现在我们家这一台，而且它还算是蛮新款，现在正在售的冰箱。但是我们报修完之后，其实 LG 的响应还是蛮快的，我觉得 LG 的客服还算做的还蛮不错的。如果大家有买他们家的电器的话，真的遇到一些问题，其实报修的流程，然后他们的响应的速度、上门的速度，我觉得都还蛮快的。然后他来了之后呢，就说是我们家一个什么电子晶片出了问题，要帮我们叫了料，因为他明天才要来装啦，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会花钱。如果我们真的花钱，我就上在字幕上面。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敲敲门。去年更新完之后，就有观众说中看不中用。陈老师，你到底1年敲了几次？有没有5次？我觉得可能没有。来敲一敲，看一看，所有东西都很丑，不是那种就是广告上面就一排漂亮的饮料，5颜6色就很疗愈，敲开来都是那种什么酱油啊、什么甜面酱这种，所以没有人会想要去敲。然后观众很好奇说，这个门是不是可以单独打开？对，它就是可以单独打开。单独打开之后，它就是号称比较省电。然后有观众说，敲敲门的这个卡榫非常容易坏，但是我们其实用下来卡榫是没有坏的，当然也是有可能我们
没有怎么开过这个小门。很多观众觉得像我们家这个冰箱这样子放，它的散热一定会有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影片里面不太看得出来。那我们其实上面，然后左边、右边都有给它预留了这个散热的空间，这个散热应该是符合原厂的要求的。哦，对了，还有很多观众提醒我说，这个出水口如果你没有清洁的话，非常容易长霉菌。因为陈老师经常在用这个出水口，冰水还有冰块，你有清洁过吗？没有。我现场来清洁一下，好不好？偷看一眼，真的是有点吓人呢。以这个够的情况，我可能卫生纸是擦不下来。吓疯了，真的很脏哎，真的很脏。所以大家如果有在用有带出水口跟出冰口的冰箱，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没有办法省的，不然你每天吃在肚子里都不知道吃些什么东西。等一下我们拍完大清，一定要大清，真的很恐怖。陆陆续续说了这些问题，想要看它的一些好处或者有哪些功能，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那条影片。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在使用过程中也和我一样有遇到的话，就在留言区给我举一个手。如果再让你选的话，你会选这个？还是会选的，还是会选这台冰箱，因为它长得好看。对我来讲，好看它也是一种功能。再来 LG 的这个洗衣塔，上一集影片上架之后，收到了非常多大家的 DM， 说看完我的影片去买了这个 LG 的洗衣塔，这个数量呢简直就是多到我就很疑惑，为什么 LG 还没有来找我合作？这台洗衣塔，说实话我真的是蛮满意的，在我们家任劳任怨洗我们4个人的衣服。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有带烘衣功能的机器放在这样的一个洗衣空间、一个室内，它会不会造成整个空间非常的热？会，尤其是在使用烘衣功能的时候，其实你就很明显走进洗衣房的时候，它整个空间都会比其他的空间要来得更热一点点。运作的时候多少会散发出一些洗衣机、烘衣机应该有的那个热量，但它不会因为它是洗衣塔，这个热量就更多，我不觉得。上一次分享完这台洗衣塔之后，就有很多观众问我说，适合装在阳台吗？适合装在室内吗？我觉得这2个位置应该都不会影响到它功能的发挥。我们家以前也是住大楼，那个时候买的是一台 Samsung 的洗脱烘的一台洗衣机，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放在外面之后，我们发现过了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一些金属件的部分、一些旋钮的部分，它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一些像腐蚀的那种感觉。但室内的话，我目前看起来，它其实还是跟去年大家看到的样子是一样的，崭崭新新、漂漂亮亮的。它烘完的时候是那种非常热的，因为有一些烘衣机它烘完之后它是冷的。烘衣机的部分，其实大家都非常好奇的。我在里面放的这种羊毛球，其实这个羊毛球我到现在已经1年了都没有换过，目前目测看起来它也跟之前差异没有到很大，还是可以再撑一阵子的。我在里面是放了这样子6个羊毛球，那我们家烘衣服的话，我觉得它已经是非常足够了。如果大家去买羊毛球的话，就可以参考我这个数量。然后大家很好奇说我用的薰衣草精油是什么牌子的，其实你用什么牌子都可以，因为反正只是烘衣服而已嘛。那我用的是在 iHerb 上面买的，如果大家好奇的话，我就把链接放在下面。在这1年中，我一直在思考电子衣橱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电子衣橱整个形态真的还蛮适合我们家，但是我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买呢？就是因为我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适合电子衣橱摆放的位置。如果之后有买电子衣橱的话，我再和你们分享。接下来 Dyson 电风扇当之无愧的争议王，因为我上次不是跟大家吐槽说他们的这个风力非常的小，就有非常多的观众来指正我说它的主要功能是空气清净，并不是电风扇，只是要增加你家里的循环次数。这一类留言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我把它称之为说是支持 Dyson 电风扇的正方，当然有一些反方。Dyson 的东西就是中看不中用，只是一个流行的摆设，盘子才会买，那可能我就是那个盘子。然后还有一种留言就是属于我不怎么理解的方，这个风扇的位置放的不对，导致它这个风你感受上没有这么的明显。当时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抱的那个心情就是我是去买电风扇，店员跟我在解说什么的，一致把它默认为是电风扇。我觉得风小的时候，你跟我讲它是空气清净机，好，那我现在觉得说它是空气清净机带着一个风扇的功能，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还要跟我讲说是我放的位置不对，我真的不太能理解。这个电风扇放在我家里，我还得要给它选一个位置，毕竟每个人家里的面积不一样，格局什么就都不一样。大家有没有从镜头里面感受出这2台颜色上的差异？透过镜头不知道会不会很明显。高高的这一款呢，它只出凉风，然后这个矮矮的这一款呢，它是冷热风都有，都是老款，都不是新款。这一款我们就称之为是阳春款好了。阳春款呢，你就很明显的就觉得它这个塑胶这边已经变黄了，而且它的年纪比它可是要年轻太多了。这一台其实我们买已经很久了，对不对？有没有10年？8、9年，8、9年，反正就真的很久了。可是这一台带热风的塑胶，它还是白白的，就正常的白色。或许他们就是因为有热风，给它这个塑胶也是做的会相对比较考究一点。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买吗？买啊，肯定买啊。
我目前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它的，因为之前我就有收到留言说一堆不好的，还不是在那里买。各位，闲货才是买货人。接下来这一趴，我一定要先做一个声明，绝对不是广告。因为接下来这一趴，我发现这些清洁工具类，我们家全部都是追觅的。我前几天看了一眼后台，我的追觅的广告差不多有1000万人次浏览过，蛮惊人的这个数字。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我追觅的广告，请大家在留言里面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其实还是蛮开心的，这么多人看过我的东西。OK， 这一些清洁工具呢，纯粹就是因为我平时真的有在使用，真的没有收钱。如果大家觉得我有收钱，请大家写信给追觅，让他快点给我汇钱过来。开玩笑啊！其实上一次有和大家分享过，我们之前一直都是用的 Dyson 的吸尘器。拍完那条影片之后没有多久 ，Dyson 的吸尘器呢它就坏掉了，然后第一时间呢就去做了保修，换了一些零件，花了几千块钱。保修的部分是保固3个月，结果那个3个月一过，它又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不想要再换这样钱，因为每一次那个钱加起来，我都觉得再算一算，再加一点钱，我就可以买一个新的了。所以刚好那个时候追觅找我合作他们的吸尘器，我们家就开始用了追觅的吸尘器。我看了很多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就是它的吸力到底有没有 Dyson 那么强。我们家常态性的用吸尘器吸的其实是沙发、床这些地方的一些皮屑。其实我们家的地面大部分的用的是洗地机。我个人觉得，如果它以吸沙发、吸床，我觉得它是蛮足够的。大家听得到吗？是陈喜仁在爬他的门，他非常想要来参与。刚刚是谁这么吵？就是他。上一次的影片，大家很多人都在说啊，后面兔子好可爱，说要单独给他一集。好了，我们有机会的话，给你们单独来一集啊，去玩吧。上一集影片分享完之后呢，很多观众给我留言说，安娜，我觉得你家里就是缺一个洗地机。你有洗地机之后，你会发现清洁起来会非常的方便。很快，追觅出了这一款 H14 Pro， 现在已经有更新一款了，他们并没有找我合作，我只能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家这个旧款扎扎实实的就已经用了1年多了，确实就和大家讲的一样，洗地机真的还蛮香的。它应该算是我们家清洁工具里面利用率最高的一个产品了。很多观众都说洗地机在用完一阵子之后，或者过了保固之后，会发现它拖地好像水痕会非常重，挤不干。我其实前一阵子有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呢，我很快就解决了。我怎么解决呢？就是换它那个滚刷，那个东西它其实是个耗材，像我们家每天都拖的至少有1楼和2楼，可能会比很多人的家里面一整天的那个使用量会更多。所以我们家那个滚刷，我把它拿出来换的时候，它上面那个原本蓬蓬的那个毛就已经像一个平面，它确实就抓不住水。把它拿出来拖的时候，地上水痕真的就还蛮重的。但是我换成新的那个滚轴之后呢，它就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然后我还发现有一个问题会导致烘不干，拖完地之后没有去清洁它的污水箱。如果你的污水箱是满的，它就没有办法自动再进行下一步。这一类型的洗地机，我相信应该都差不多。就你在用完之后，那个污水箱你一定要记得把它倒掉。就像你用传统拖把拖地的时候，拖完地之后也要去把脏水倒掉嘛，是这个工作量我觉得是一样的。然后它还有一个耗材呢，是它污水箱上有一个滤芯。很多人说拖地的时候会觉得家里很臭，就是因为污水箱的那个味道啊，它就会泛出来。但是我发现你只要定期去换那个滤芯，其实就不会有拖地很臭的这个问题。这是我自己在使用上2个小心得。然后呢，这一台扫拖机器人，我觉得它简直就是太省心了，省心到我其实没有什么要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它就是正常的在工作，然后它就很乖，它的存在感也很低，没有问题就是好事情。这1年多下来，我只救过它1次，那一次是因为它吃了我们家蚂蚁药，大概有这么大一个，一直说它里面侦测到异物，可是我其实打开看又没有。后来我发现原来要把它那个滚轴拿下来，它是卡在那个里面。正常人类的头发，如果你从中间卷进去，它是会自动把它搅碎就吸进去的，所以其实它整个滚轴上都没有头发。但是呢，它的那个2侧的那个螺丝卷就会滚的那个地方，它就会卷到头发，那个地方就真的没有办法。我发现我们家之前 Dyson 的吸尘器也是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大概2、3个月会清一下它那个底盘上的一些淤泥，之外我就没有为它做过什么事情了，就都是它在为我付出，就这样子而已。好啦，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家的清洁工具啦。说说我们家用水相关的这一些电器好了。我们家呢是用净水器加上全户净水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构成了我们家整一个用水的系统。像净水器呢，现在的选择真的非常多，有这样储热的，也有顺热的，有台上型的，也有厨下型的。我们家这颗 3M 的 Heat 3000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大力吐槽过了。除了这个触控问题之外，1年过去了，它现在连龙头上面这个显示度数的那个荧幕都已经开始闪闪烁烁看不清楚了。如果说是我们家的冰箱它出了问题，我要叫报
报修的话，这颗我真的连报修都不想叫，我就想要让它这样默默的坏掉就算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已经没救了。这一台如果现在要你买，你会买吗？不会买，这不是废话吗？但是我觉得，如果 3M 它后面有出其他的款式，有改良这个问题，有听到消费者的心声，知道说哦，原来有一些人下厨房的手绘师虽然它是一个常识，然后改进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考虑它。也说不定，净水器绝对是提升家庭幸福感的最必要的一个产品之一。这个部分我们之前在其他的影片里也和大家分享过，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之前的影片。那我们家刚刚讲到用水的部分是净水器加上全户净水软水，是搭配起来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家所有的水打开，它本来就是已经经过一次净化，然后软化过的一个水。我个人觉得，尤其是软水这个部分非常值得投入，尤其是如果你是敏感性的皮肤的话，我觉得你会非常的有感。像我们家陈老师，他的皮肤就如果碰到那种过硬的水质，他就会开始长一颗一颗的东西。可是你只要那个水软化盐加下去，家里的水质已经开始变软之后，他的皮肤就马上变好了，娇贵。另外，像对现在很多家里面用水的一些电器，比如说像扫拖机器人啊，或者洗地机啊，或者像蒸烤炉啊，还有像洗碗机、洗衣机、烘衣机，很多机器它会要求你用一阵子之后，你要去做一个储水垢这么一个动作去保养这一台机器。但其实像我们家这一类型的机器啊，用起来至少也是1年啊，多的已经用了2年，我全部都没有做过储水垢。有些时候它会提醒啊，该储水垢了，但是我其实没有在储。一个是我不知道怎么储，还有一个我是看一看好像没有什么水垢的问题，所以我发现如果你家里有做这个软水的话，对这些机器也会比较的友善。净水器跟全户软水，我不论搬家搬到哪里，除非那地方的水质本来就非常软，我都会一直用下去，一直买下去，要不然你就会你的皮肤就会整个长东西，我觉得你好可怜。好，接下来这2台蒸烤炉跟洗碗机，因为他们也要用到水，所以我一样放在我们家这个用水系统里来和大家分享。上一集可能没有跟大家说，就这2台机器我是从德国运回来的，我是找代购的。因为当时我在买的时候呢，我就比了一下价格，我发现这2台机器如果我从德国买的话，好像2台加起来只是比当时我在台湾买1台蒸烤炉的价格稍微再贵一点点，反正就是价差还蛮大。从德国买回来这么大2个家用电器，说实话当时心里会有一些忐忑的，因为毕竟我之前也没有买过这么大的家电，而且金额算是蛮高的。一个它时间非常久，再一个就是如果有出现什么样的磕碰，会不会我就花了钱之后拿来，结果整个就是破掉。我觉得海外买东西，尤其是大件这一类东西，它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但我觉得它是一种选项，因为毕竟你要去承担一系列的风险，可能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就不能接受。但是呢，就是因为它那个价差的问题，我就会觉得说好，我就冒险试试看。目前为止啊，这台机器跟我们家洗碗机已经在我们家服役2年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头好壮壮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自己有没有曾经在海外购买过家电的心得，有没有非常的成功，有没有省到钱，还是说一买回来就破掉。上一次和大家分享，我就是说这台机器我非常的满意。有人留言说蒸烤炉又是蒸又是烤，通常2个功能 combine 在一起呢，就是证明2个功能都不怎么强。但我实际使用下来，我觉得它2个功能都还蛮强的，至少蒸肯定是比我用什么蒸锅，或者说自己用锅子蒸出来的来得更稳定、更可控，而且我不用人在旁边顾它。它蒸出来的菜的颜色保持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烤的功能各方面，我觉得它也是很 OK 的。像我们有烤过蛋糕、面包、饼干，包含像小朋友喜欢吃那些炸物类的东西，拿它来烤也很好吃。最近真的爱上烤地瓜，所有的人来我们家都说：“哎，你们家这烤地瓜哪里买？”我就说：“我们从好市多买的地瓜，然后回来自己烤。”它的表现非常的好。当然，这个功能我觉得用气炸锅也是可以完成的。可是呢，我个人不太喜欢就一个一个电器东一个西一个那种小的厨房家电，我觉得很不好打理，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样子就嵌在一整墙一整柜的那种感觉，我就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买它吗？我肯定会买它。这样子的电器真的非常适合预算有到位，你又对这种整体性有一定要求的家庭，你会非常满意。这样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只要打理的时候一整面一起擦就 OK 了。洗碗机这个部分，其实之前在好多集里面都和大家后续又陆陆续续聊过几次，真的是我们家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电器之一，因为我觉得它真的非常提升幸福感。我在之前那一集里面有提到说，洗碗机洗碗再不干净也比你老公干净，然后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有一些人说，对，老公的干净的定义和老婆的干净定义是不一样的。也有留言说，你老公洗碗不干净，又不代表所有的人老公洗碗都不干净。如果大家老公洗碗很干净，真的就是祝福大家，好吗？
吗？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机器可以帮人类洗得更干净，我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还是真的还蛮喜欢它的。然后包含像我们家，就是我是属于那种没有很精细化在做家务的那种人，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会把家务分成非常非常精细、非常极致追求洁癖，那我是没有到洁癖到这种程度。所以呢，这台机器当时买的时候呢，像 Lisa 还在喝奶奶，她在吃嘴嘴，所以呢，就我们家的其实像奶瓶啊，然后奶嘴啊，像什么吸管什么，全部都是丢在这个洗碗机里面洗的。然后像这种东西比较小的呢，我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篮子，就把这些所有的小东西就全部都放到这个篮子里面，然后就这个篮子就直接卡在它的这个卡榫上面，就一起推进去洗。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就基本上就解放了所有跟靠近嘴巴的这些东西的清洁，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方便。食器啊，那叫食器。很多人很好奇说，洗碗机洗碗的这个干净程度究竟能到什么程度？毕竟说比老公干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嘛。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洗碗机洗碗呢，只要是你手动简单可以洗干净的东西，它全部都可以洗干净。但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手动是简单洗不干净的。比如说像有些时候我们做蒸蛋，你那个蒸蛋吃完之后，就会有那个鸡蛋粘在那个碗壁上，有没有？刷碗的时候是要用手抠一下它才会下来的。像这一种洗碗机直接洗，大概率它是洗不干净的，所以还是要你帮忙把一些很硬的东西把它抠下来。但是呢，如果是你手动能简单把它洗干净的东西，洗碗机绝对比人类洗得干净很多。尤其像玻璃杯这种东西啊，它洗好它是烘干的，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整一个是晶莹剔透那种感觉。因为这一台洗碗机洗好加烘干，然后自动把门打开，它洗的过程中那个水温其实是蛮高的，我就不需要再买一个消毒柜，所以对我来讲就省了一个空间。我们家就早上起来把所有里面干净的碗盘先拿出来，然后呢就开始往里面装一些脏的碗盘，然后慢慢到晚上把它装满之后，我们就一次性把它洗干净。它晚上洗的时候呢，上一次也和大家分享过，就会有一个投影幕，就是在那个地上，就那种欢迎车灯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仪式感非常的强。现在的话，你还会选它吗？肯定选它，我绝对选它。这台我击推，我真的觉得超棒。非常多观众也对我们家的油烟机还有瓦斯炉感兴趣。这个油烟机它非常的普通，它就是一个 Rene 的一个油烟机。我当时只是希望有一个银色的油烟机，然后来搭配整一个区域的颜色，所以我没有特别挑牌子。个人来讲，比较喜欢亚洲牌子的油烟机，因为我们亚洲的一些食物的风格就会比较偏向于炒，所以我个人会比较信任亚洲的抽油烟机。我觉得他们才会懂什么叫够力，所以我觉得以它来讲的话，我们家整一个大空间，我觉得它的表现不攻不过，还算 OK。重点要讲一讲的是这个瓦斯炉啊，这个它其实没有很贵啦，具体多少钱其实我忘掉了，这个就真的是花了点钱了，好像要4、5万。我走在展间里面，然后我就惊鸿一瞥，就看到它的瓦斯炉那个炉子那个炉芯，我当时一眼扫到，我就整个震惊，我想说这是一个勋章吗？怎么这么好看？当然大家现在可能感觉不到，因为它已经有了岁月的摧残。买的时候没有跟我讲说拿回家会变这样。它当时是金光闪闪，非常漂亮，就那种贵气感非常的上头。我就说好，我就是要这一台让它回家。大家也知道嘛，买房子装房子的时候就特别容易一不小心就上头。回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就它打开的时候，开火的时候，它一定要抓一个角度，然后一定要抓一个力道。这台东西来我们家2年了啊，陈老师第一次就打开它，成功率有没有10%啊？我觉得很低。一定要多尝试几次，它才可以把那个火升起来。我们家还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叫了非常多次的客服，请维修人员来我们家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第一次呢，维修人员就背着小包就来了，然后就说啊，可能是这个中间某一个零件有什么问题，然后就马上帮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态度是真的非常的好。可是呢，他走之后，我就发现说就没有解决，还是跟原来一样。然后呢，过了几天他们就又来了4个人，区域经理都赶来了，可见他们家是不是整个高雄肯定没有卖出去几台？对不起，不要告我不知道，我乱讲了。检查了半天之后，他们就跟我讲说，李小姐，我觉得可能我有必要需要教你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开的。我当时就整个震惊，我说这是一台瓦斯炉瓦斯炉是一个不需要教学的东西，就是每个人上来都会用的。如果这台东西需要教学，我认为是你们设计有问题。2年过去，一开始打动我的漂亮的点，它也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台东西回想起它的价格就会有一点扼腕。所以我觉得瓦斯炉的话，先去打打看，不要看 DM， 你真的去打打看，看那个火会不会就很简单就打起来。就这种欧洲牌子，或许他们真的力量比较大 ，baby 它真的是要教学。反正呢，就是如果你用你平时就小小把它咔开来那种，第一次基本上都是失败了。如果你已经预算拉到这里了，我相信也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去对比看看。接下来这一个堪称我们家电器里面的惊天大雷，我上一次没有和大家分享，这一次来了。
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冷气。上一次很多观众就问我说，安娜怎么没有分享冷气？因为我忘掉了，所以这一次已经用了快2年了，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让我觉得简直后悔到不行的家电。我现在人呢是在我们家的主卧，主要是讲我们家这台主卧的冷气，这一台可以代表全部，因为我们家这一台冷气算是利用率还蛮高的。我们当时呢就是有2个房子嘛，一个房子是 Hitachi， 然后还有一个房子呢是装的大金，其实我们俩都蛮满意的，然后也有请 Hitachi 跟大金有报过价。当时 LG 拿出来那个报价呢，说实话是真的很诱人。那个时候他们就一直又给我吹耳旁风，就说其实现在 Hitachi 跟大金也不是日本制啊，你们现在花那么多钱就是只是多花钱，一直又说我是盘子。Anyway， 然后那次我就决定说好，我不要当盘子，我就一定要花对的钱，然后买对的东西，然后就大笔一挥就把那几台冷气就把它签下去，我们家全屋就装了 LG 的冷气。然后呢就住进来之后呢，1个月我就发生了叫保固维修的问题，因为我说我躺着的时候，我听到有直升飞机的声音，这样子一个声音，结果后来就发现说是冷气发出来了，而且我那时候都没有开什么那个什么循环那个风，不是可以调那个风的位置嘛，我都没有开。后来工程师来检查完之后呢，他说好像是里面有一个什么零件打到了什么东西，所以出现了这样子的声音。他走之后呢，那个的声音确实是没有了，但是呢，它就会出现就像楼上有人在扫地的那种声音。所以呢，我现在睡在家里面呢，就非常的习惯在睡着的时候听到楼梯板上有那个扫地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家这个冷气带给我的，就是现在是一个催眠的白噪音。有声音也就算了啊，你戴个耳塞你就听不到了。它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呢，它身为一个空调，它在这个调字上面，我觉得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足。我们家这个房间啊，这一台冷气它在开的时候，它就是只有它直接对出来的这个位置是凉的，然后在它对出来的这个位置的隔壁，就明明没有任何的墙壁阻挡，我们家的床的这个位置是超级无敌热的。我明明就已经开了 Dyson 了，大家所谓的循环扇，已经让它循环起来了，可是我躺在床上还是非常的热，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到底是什么回风的设计还是怎样，不知道。你坐在风口正对的那个位置，你会觉得那个风很大，就那个风是直接轰在你身上，可是你就在它隔壁的时候是冷不到你的，就是有一个结界，你们知道吗？我们之前用 Hitachi 的时候，那个冷气一开，整个客厅它是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没有什么声音，然后默默的那个空间的温度就下来了。我们家这个 LG 的冷气就是属于动静非常大，就有一种我要开工了，我要上班了，结果搞半天呢，就旁边它还没有凉下来，就那个温度的差别非常的大。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是我跟 LG 有反映非常多次，但它目前还是无解的一个问题，就它的温控非常的不精准。它的那个 app 上面显示27度，我们定温定27度，可是呢，明明我就已经看到它下面有一个室内温度，就已经写26.5。但它那个27度的冷气还在全速运转，就我不知道它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机制在判断它是否要全速运转，不是很确定是因为施工的问题还是因为这个产品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讲，反正就是 LG 的问题，因为施工也是 LG 的人嘛。还有一个问题，它的这个冷气上会显示你现在几度，或者你显示现在在干嘛。每次开机，每次那个灯都是亮的，即便你之前的时候你已经把那个灯关掉了，你下一次打开那个灯还是给你打开，所有的功能都可以透过 app 来操作，可是关灯不行。所以呢，我们家的状况就会属于所有的东西都在 app 上面操作完了，我们还要满屋子找个遥控器，就是为了关它那个机体上面的那个灯，要不然我们一整个晚上就会看到那个白白的光在夜空中闪烁。这个问题显示了一个事情，就是工程师你家里睡觉的空间里或许你没有装这台机器，我建议你家里装一下，然后你感受一下，你就会想起来说，对啊，为什么我的 app 里面没有把这个功能放进去呢？下一次更新希望你们可以放进去。但是呢，它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app 上面每一天都可以统计你的用电的度数，所以你可以蛮明确的就是知道说，哦，我们家冷气有没有很耗电啊，或者怎样，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优点了。这台电视好像是上一次没有和大家分享，我好像是忘掉了，它也是 LG 的。当时为什么会非常心动买这一台？因为我们家其实所有东西都是设定成希望它可以更智慧一些。当时走进 LG 之后，觉得说买同一个牌子，全部都集合在它的 app 上面，更方便一点点。这台电视我们买的呢是86寸，以它当时的价格，整一个表现来讲，我觉得它还是蛮划算的。当时因为我们家是一整面墙，我是把它设定成这样子平的嘛，那是一个平平的非常极简风格的一个感觉。因为陈老师非常喜欢大荧幕。
幕。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喜欢大荧幕的话，不然我们就来试试看投影仪，因为现在投影仪做的也还不错，而且当时可以看到就是有120寸的投影仪，应该是在家里看会觉得非常爽那种电影院的那种感觉。张老师就觉得说，投影仪会不会显色各方面就还是没有电视好？我还是比较习惯看电视，不然我们来买120寸的电视好了。然后那天呢，我就打开 Google 就给他查了一下，当时在台湾120寸的电视说是只有几台，其中有一台在郭台铭家里。吃米不知道米价，我自己是觉得对它还蛮满意的，因为它和苹果生态，我觉得结合的算是还蛮好的，跟 AirPlay 是有结合好，手机直接投屏到电视上，我觉得超级好用。这2年过去，它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之前的神众用2年之后，中间就出现一条线。而且那一天就是他过保的那一天，神不神？就是一过保，马上就出现中间有一条线。其实，在临近2年的时候，我可能是因为上一次有点 PTSD， 我就会觉得说，会不会也是一到2年一过保固的那隔天，他就给我派 key。现在还是好好的，应该也是不会每一个鬼故事都发生在我身上才对。那如果这一台现在要你买的话，你会买吗？现在我肯定要再看一看，现在有没有更好更大的？毕竟这个技术每天都在涨，搞不好很快就可以买到你的120寸了。节目的最后就来完成跟大家的承诺，来分享一下我们家的这个电费情况究竟怎么样。我现在打开那个台湾电力公司的这个 App， 本期账单已经缴费的是8840元，再加8块就跟圣母峰一样高哎，这还不是最高的，毕竟他上一期收的是4月、5月，我们还没有开始开冷气的时候。去年7月的时候，我们家是14263块，然后呢，9月这一期账单来到一个非常惊人的20863块，这样算很惊人吗？我不是很确定这样到底算不算很惊人。如果大家愿意和我分享你们家的电费的话，欢迎在留言区来评论一下。我刚搬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家这个电费呢，其实是有点吓一跳的，就觉得说怎么这么高？毕竟之前的电费顶了天了就几千块吧，都不可能破万的。然后我住来这边的话，就感觉破万好像是就蛮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们就为了降低这个电费呢，我们尝试过非常多的节电小方法，看很多网络上大家的分享啊，什么冷气开27度，让它开什么节能模式，有尝试过人一走就把它快点冷气关掉，也有尝试过就一直开着就不管它。测试了非常多的方法，发现并没有影响我们家这个电费非常的多。我现在就属于一个放弃的状态，就随便吧。好啦，这就是我们家的电器的续集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讨论串，如果你中乐透16亿的话，你要怎么花？你知道陈老师怎么说的吗？陈老师说，如果我中16亿，我就把我们家从地下室到5楼，每天就冷气就把它开好开满，全部都开着。看这个出息，因为我们都有其他的生活很满意。中16亿只是为了交电费。